委员怎么看赖清德的白宫路线？这个事实上，刚刚林涛讲的很对啦。这第一个就是访美前，他要再进一步表示他一面倒向美国嘛，啊，事实上《华尔街日报》那4个支柱也是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要巩固独派的支持了，因为他这个论述非常毒啊，而且他后面有提到一段啊，说这是历届我们的不悔的承诺了。那提到说，从李登辉到蔡英文到陈水扁。不，到陈水扁到蔡英文，他就把蒋经国跟马英九给跳过去，哪有人这样的？你又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应该继承中华民国的全部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只挑独派的来继承，那我们就是要朝台湾独立这一条路要继续走，那目标就是要进入白宫，那逻辑就是这样就清楚了。不然你为什么把马英九拿掉？把蒋经国也拿掉？这个林涛刚刚讲的对啊，进入白宫就是蒋经国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进入白宫。那之前大家都说美国有依赖论哦，就觉得怕赖清德将来太偏向台独，那他毫不避讳嘛，他就要这样告诉美国。那美国到底希望他这样，还不希望他这样？我认为不希望。那不希望他干嘛要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就是兴奋就又流露出来本色了。蔡英文不会这样讲话啦。我看蔡英文7、8年了，他没有这样讲话过啊。对他本来就赖清德本来就跟蔡英文不一样啊，蔡英文没说我是台独的。事实上，赖清德比较接近陈水扁啦，那小英比较接近李登辉啦。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阿亮哥啊，太有学问了，把一个浅薄的候选人的浅薄的骗老百姓的话讲得非常的严重啊，说这些总统是什么线啊，他是要独立啊，这个跳过马英九啊，跳过这个李登辉啊，就是不一样路线。他在他的眼中，那2个啊，就是移向中南海。我们这条线就是趋向白宫，就是这样嘛。那拱后的人咧讲拱后的话，你甲解释甲遐拿学术化。蒋经国老于中南海啦，蒋经国反共。蒋经国反共呢？不是我其实基本上刚才那一节我不太同意你们的论点，因为他们的水准，你就要在他们的水准上面反驳他。那我们节目水准不就低了吗？那有什么关系？因为怎么可以让我们节目水准低呢？因为大部分的观众的水准没有你想象的高。我们节目观众水准是很高的，好吧？国民党委员点，来你要补充啥？我补充一下哈，因为其实我觉得赖清德讲这个话，刚刚从几位来宾，特别是亮哥讲的，你在国际上来讲，美国是甚至都不觉得你又要爆冲了，对不对？中南海与白宫。万里有个白宫行馆啊，那赖清德是万里人，那个白宫他可以去。万里真的有白宫行馆，就是一个海边民宿，漂亮。因为他万里人啊哈，真的要进到白宫怎么可能？不管是中华民国或是台湾这个共和国，他不会去中国大陆，不会有人去的，除非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然后所以就做给大家看嘛，对，断交就做给大家看，基本上不会。但是我觉得它是个话术，我讲个事情大家就懂了。你在早餐店你进去的时候，早餐老板不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喝饮料啊？你烧饼油条，那喝饮料不是？你说我烧饼油条，然后老板会马上就follow你，非常快，让你没有办法回应。豆浆米浆，那你就被迫只能选一个嘛。打蛋不打蛋？对，你去吃干面，跟你讲说馄饨汤、豆丸汤、馄饨汤、贡丸汤，所以它就是中南海白宫，中南海白宫，对，中南海白宫，他就强迫你要选，我就是要选白宫，就是它是这种话术。但是呢，它这个话术只能够锁在35%的基本盘同温层，因为一般的民众讲说，你讲这个我们都理解。看少康战情室的观众朋友会知道说，中华民国总统此刻进到白宫是不可能的，可他却拿出来讲，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他那35%的人相信他，投给他。好不好？我用老沈这样比较 low 的方法讲啊，因为赖清德是台独，对，而且他曾经讲过，我在任何职务上不改旗帜，我就是台独。我也佩服，假如你真的让我佩服，不要为了选中的就变了嘛。哦，但是现在他不能讲我是台独了，对不对？那务实什么他也不能讲，所以就改一个讲法，我要走进白宫，我不要中南海，不要中南海不重要，我要走进白宫比较重要。哦，他还说要跟习近平吃饭，不，自相矛盾嘛。他不管他了，他要走进白宫就是独立了嘛。所以换句话说，他只是换一个讲法说我要独立，来安抚独派的人，就是我并没有。我改变，你们不要说我改变，我没有改变啊，我还是要独立啊，只是我现在不能讲啊，对，那我换一个方法讲，我要走进白宫，那什么状况下可以走进白宫呢？就独立才能走进白宫嘛。你们越讲还是越讲越远，这样很有学问，太有学问了。只要中南海点头，你明天就在白宫里面的啦。对了，没有错了。
你知道吗？重点在中南海啦。为什么中南海那么重要？因为白宫怕中南海啦。这个很有学问，对不？这个很有学问，你这个太有学问了，老百姓听不懂，好不好？这样跳舞，很好学，好吧，好吧。那国民党说有4个民进党的委员啊，邱志伟、许智杰、赵天麟、邱颖，当时为什么把外役监？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躲在暗处拖延修法，主要原因呢，今天林维洲跟徐小清他们说，是他们放宽外役监的遴选标准啊，而且呢，主要只是护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李清福啊。那我们看他的时间，2017年1月18日，李清福因为贪污判决确定，所以在2017年2月入监执行。到了3年以后的5月，立法院就修法放宽外役监遴选标准，5月放宽，9月就进入外役监了，然后呢12月就请假了，然后拍到他跟陈菊的合照，就是大概国民党的立委是用这个来指控了哈。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昨天闹起来的易宝红，因为在信义区杀警，然后呢被遴选进入外役监陈菊说，我们监察院去函了解他为什么可以去外役监。侯友宜说，我深感不满蔡英文现在希望在立法院的临时会讨论不要再拖然后呢，侯友宜说呢，这个你是在前线警察伤口撒盐柯建铭说呢，最晚下会期会3读那下会期又被人讲说太久了那到底民进党是不是在唱双簧？要拖到9月，要拖到下会期？我们看一下。这个贪污犯李清福，他第一次被遴选进去外役监之后，请假出来爽过他的正常生活。监察院长陈菊跟一票民进党的立委赶忙到他这里去接见他。外役监条例为何放宽？在野党指控民进党2020为陈菊支持者李清福量身打造修法，5月通过，他6月就申请外役监，12月还被曝光请假南下会陈菊。在座的还有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而邱志伟正是2月提案修法放宽，让累犯也可申请的立委之一。另外还有许智杰、赵天麟、邱意莹，而且这么巧，通通来自高雄。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当年他们的修法要让累犯可以进入遴选资格里面的提案人，通通都是高雄背景的，哪一个不是高雄帮？监察权是事后权。去年监察院曾经为了外役监遴选的资格，包括方式的零散，我们监察院的监察委员曾经纠正我们相关5个机关要求改善。外界放宽，杀警犯竟然也能申请，不止在野党不满，就连总统也说话了，希望临时会聚焦讨论，但民进党团却是要等到下会期才处理，也被质疑难道是唱双簧？马上被我们柯总召打脸。现在民进党，你们要不要自己先讲好啊？昨天我跟总统商量之后呢，我们觉得可以在下周的临时会当中呢来做更密集的深入的这个讨论。球再度回到法务部，但喊着要修法加严的民进党修法进度留在各自表述。选警察，好吧，到底怎么回事？来外役监修是当时修，然后后来怎样？为什么对李清福这么好？李清福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是这次被提出来。2020年的时候，之前去年警察台南8月2个警察被杀的时候，就已经有提过了啦。这是因为这次易宝红事件之后，基层员警心寒啊。易宝红是在2014年东区的夜店杀警案，易宝红他没有承认哦。因为那个警察是被一个红龙柱打到头颅内出血，后来死掉了。可是那个红龙柱上面只有易宝红的指纹。易宝红讲说，我只是把那个红龙柱移开。可是你看当时那个画面哈，你到时候回头去看，乱成一团啊，30-40个人打成一团，谁还有在担心说，老先生要上公车，把那个红龙柱拿在旁边？你当然是拿红龙柱去打人。所以后来检方跟法院都不采信，他就判9年。判了9年以后，2019年他入狱，2021年2年后他就去服外役监的易宝红。好，那法务部一开始的说法是说什么？他说没有啊，去年8月台南的警方被杀，对不对？可是呢，易宝红是3月就已经服外役监了，所以不关我的事。立即共享，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你应该回头去重述这些重大的暴力犯或是杀警的人，就不要让他服外役监嘛。那今天巧芯跟这个林维洲，他是告诉大家，
李清福是在2020年的时候，有几位民进党的立委确实把当时的外衣间条例给放宽。放宽什么？我这边清楚告诉大家，告诉各位观众朋友哈，他把累犯不得服外衣间那个规定，在2020年的时候取消了。因为李清福是累犯，因为李清福是贪污累犯。所以呢，李清福就服了外衣间，而且他其实我就说不打情不打懒嘛，你怎么还在这个期间跟陈菊照相呢？刚陈菊还出来跟大家说明，就是立雄操虎，立雄好吧，易宝红也是一样嘛，在脸上贴说啊我出来爽爽的，然后又怎么样放假了，大家才注意到这件事情。好，那法务部说，去年8月的台南的杀警案之后，我们现在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外衣间条例就是把它再修严了。可是因为立法院都放到那边都没有动，久院到现在，对，等一下宝哥来讲，所以呢要把它推回给立法院。但问题是，现在目前民进党立法院委员过半呢，你法务部提出来，而且名气可用，去年大家都很生气，你拖了这么久，还要再出一个易宝红事件，大家愤怒又再重新 review，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提下这个去年杀警案之后，法务部就提了加严格的，就是他刚提到的。原来是累犯不可以申请外衣间，后来就是因为民进党他多数，而且他提案的4个都是局系的立法委员，而且李清福就是陈菊的大庄脚，这打龙斋嘛，这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为了一个人修法，修了以后出了问题，好再把它修回来更严格，法务部丢出来了，9月份丢出来了，放在司法委员会，只有宣读条文了，不审了。不审，为什么？他们说版本太多，25个版本。是这样子，我很负责任的讲，他们里面这个招委是陈欧珀，他要用这个案子的时候，党团里面就指示了，党团下令了，不可以审，不可以审。为什么？读完就好了，不可以审。他只有2条而已啊，他不要变严格啊，他不要变严格啊。你看，在那样的压力之下，民进党都可以这样子就熬完了，就下班。硬是不把它审得比较严格，那所以好，那回过来看，蔡英文讲话了，说理事会下礼拜开理事会，理事会2个礼拜，他说理事会要给他通过，柯建铭好像打脸蔡英文他这不是下会期他是怎么算的？是说这里面他就有有一个协商期1个月，可是大家都了解啊，那1个月是最多1个月，它不是最少1个月。换句话说，只要每一个党团有高度的共识，大家签字就可以去3读了，2个礼拜绰绰有余，因为版本都上去了，也读完了，马上开始来审，这问题不大。但是你就发现到说，光一个外衣间，你就知道蔡英文一个调，赖清德一个调，柯建铭一个调，你看起来好像他们不同调，我觉得唱双簧。我们大家就试着看，是打假球还是狼来了。我有2点我要强调一下，一个你看联署的委员都是高雄的，这个要么呢就是心虚，不敢惊动大家，我们几个人签一签就好了。通常立法院不是这样，通常联署的一大堆，4个提案，4个联署总共18个，联署18个，提案4个啦，提案都是同一个帮的嘛，都是高雄帮的嘛，这表示说他们真的是有利益共同的取向，护航了，就是护航大家都是盲目联署的嘛，那还有提案不是联署，4个是提案，还有第2点呢，即将来到的凯达格兰大道的游行就2个居住，一个是司法的正义，硬是凑在一起，这凑在一起就有点奇怪了。但是呢是很模糊的，尤其是司法正义的部分，老百姓感觉到，就是说法律的审判怎么落那么长，上来下去，后来又没罪。还有呢，一个就是要不要死刑的问题，这些都是有一点不具象了。我觉得国民党不得不参加，侯友宜不得不去。我跟你讲，这不是你的主场，你去了没有安排，没有准备好，你会去那边吃亏入洋相的。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当官的享受特权的人，当你在官场享受特权之余出事了，到了监狱里头继续享受特权。我觉得你们要强调这个，让它非常鲜明，让全国老百姓的注目的眼光都注目在这件事情上，真的要好好准备。这个我补充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OK， 你有跟个。
好，这个郑亮兄，李清福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帮忙？因为李清福是2017年1月23号定谳，然后那个案子提出来是2020，他被判10年了，所以他现在还在里面，他现在搞不好就在外衣间，所以民进党才做个样子不审啊，怕，因为他现在还在里面，如果一变成累犯不行，要回去，要立刻回去啊，对啊，不然民进党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法务部提的案为什么不审呢？这没有道理啊！而且是党团，我所知道是现场里面这个原来有些民进党的委员不了解情况，好像人家要审，马上被对吧？就是表示有很多人都是他的好，有很多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当过高雄党部主委了，很多人是。去年那个2个警察不是被这个逃出来的外衣间犯打死吗？对，没有错。谢龙就有带我去，我刚好到台南了，谢龙就我们去灵堂给2个警察上个香，就去了，就在殡仪馆嘛，2个家属都在那里，都在那个地方然后那是快中午了，差不多12点多1点，他们都很可怜的，对不对？家属很难过，他看到我还要说啊，你假崩呗，那边下午崩糖架，他们还准备一些简单的那种餐饮的我就觉得很难过，就这很善良，你知道，就是说已经自己这样子还顾虑到你吃了饭没有。然后一个阿嬷就跟我讲，嘿，阮孙啊，就乖啊，平时就乖，上爱食我做一把，佮讲这礼拜日要回来家食我做一把，现在回不来了。哎呀，我们多难过！那个老太太，就乡下很淳朴老太太，就孙子喜欢她吃她做的肉，现在已经回不来了，多么惨啊！就是就是说这，我到现在都很难忘掉那个，真的很惨好吧，这个陈明文要怎么样？陈明文今天说没有利益回避，徐小新向监察院检举说他违法。那黄阳明说在野党赶快去告赶快去告因为呢说这个陈明文呢曾经这个在民雄乡新中天畜牧场办猪瘟拔针及100亿基金辅导成果的时候，表示我也是养猪户，也是100亿基金辅导户，养了4000只猪不过陈明文说呢，我绝对是合法生代的那另外呢，大概他的孩子吧陈冠廷应该是他孩子嘛父子嘛，不要滥用司法资源，我们的证据可受检验因为呢养猪场被告罚这养猪场，还有说这个排废水也有问题了但怎么样呢？那农委会农业部的部长现在陈吉仲缓颊说，并没有不法他是可以申请的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个叫司改党现在呢向邢太昭告说他图利说陈明文图利司法改革党党主席叫张晋律师还有呢资深媒体人黄岳宏，他们认为呢农委会竹崎乡农会办理陈氏父子贷款涉违法超贷所以呢基本上这样看在这里了说呢他陈冠廷去买个畜牧场花了3000多万，自己出1000多万，贷款了2000多万。然后呢，又在盖有设备厂房，又贷款将近1亿将近1亿元。所以换句话说，整个看起来这么多钱，自己只出1000多万，其他都是贷款来的，所以就被认为说这个有问题了。我们看一下，土地融资60%，我们看一下。徐小新11号一早出现在监察院，这次他要告发民进党籍立委陈明文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而理由就是几天前陈明文自己说过的这段话：大家为着要申请这补助。拢透没去排班呢，去县政府排班呢，我拢排有对的呢，无得款的呢。再有他位于嘉义竹崎的养猪场，就是因为陈明文本身是经济委员会成员，但却透过儿子陈冠廷领取农委会的补助，已经违反相关规定。公职人员他规范的包含了立法委员，然后呢，2等亲的亲属，他的儿子也被包括在这个范围里面。3等亲内都不能去标了，要回避的。否则我不能去审查那个预算。另外，养猪场贷款问题仍是疑云重重，因为根据陈明文父子说法，陈冠廷购买3000多万的畜牧场，跟农会贷款2000多万，自己出了1000多万，后来盖了先进的设备厂房，又贷款了近1亿元。但由于这些东西有不少都是特殊规格，市面上少有公定价格，也让里头有无问题，外界都难以查证。我们有请教法规的相关单位，那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公职人员的这个利益的
冲突的问题。那第二个，所有的执行呢，都是由嘉义县政府。不过相关问题，陈明文父子截至上午11点前仍没回应，也让养猪场争议持续延烧，更变成了政治攻防。王慧。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看哈，从刚刚讲的这个外役监哈，就是说民进党政府哈跟民进党相关人，其实他的那个司法正义到底在哪里？我就再讲一个例子，有个吴乃仁，大家还记得？他当时因为台糖背信案，其实一开始先送到我们宜兰的这个监狱哈，那当时也非常多民进党的友人也常常去探监，但他过不了多久就移到这个花莲的这个自强外役监哈。那这一次的这个外役监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舆论，我就说这个民进党政府它就是舆论治国嘛，好，如果这个柯文哲、侯友宜、郭台铭都不讲这件事情，可能就放在那边继续放着。这次因为呢要选举，大家都拿起来讲之后呢，他马上柯建铭这边表示一个态度，听说他是说不是下个会期，一共临时会准备来处理啊，好，目前原来讲是下会期，最早讲下会期对啊，所以就这样嘛。舆论怎么烧，他就往哪里走，大概就这样哦。这个是有关司法正义的部分。回来讲陈明文，7月16很重要。对，所以我们都会上去走一走嘛，哈，大家欢迎都要来。我也非常这个要对赖清德讲，你也应该来啊，一起来嘛。你自己所重视，你好像讲一副你是那个在野党，不是执政党哈。那回来讲陈明文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权贵感。好，刚刚巧芯提到那个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有没有回避了这件事情？好，那陈吉仲就先跳出来帮他解释说，哦，他没有，他没有这个冲突的问题，有没有冲突不是你陈吉仲说了算。好，监察院你该查就去查。好，他那天在媒体上公开讲，大家都可以去申请。好，那这个相关人等，包含你的儿子陈冠廷，都是在这个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那大家知道陈明文他在立法院这一届最少担任了4到5次的会期，他都是在经济委员会，这难道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吗？你比人家还早知道这个养猪相关的这些。这个你叫这个相关的这个部会来讨论，这个都不需要查一查嘛，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啦。陈明文你自己当然要出来讲清楚，好，那陈冠廷现在是正在选，好，有没有所谓的冲突的问题，也不是陈吉仲说了算，监察院该查就查，不要收了案又最后回一个说这个我们查了之后没有什么相干但是我想你们所有的表现都让所有的民众看得很清楚，这个民进党相关人就是权贵。林涛，其实我们看到民进党这些人有关系就没关系，所以716的游行为什么重要？因为要让这些没有关系的人出来发表意见嘛。那可是716游行，一个是居住正义，一个是司法改革。居住正义，因为民进党过去蔡英文说8年要做20万的社宅，现在只做6成，所以他基本上居住正义没有解放，又搭配高房价，他把这一题打烂了，打黄国昌也好，打各种议题打烂了，所以就回到司法改革这一题。可是司法改革这一题，我们看到现在是你局系的李清福自己要开脱，所以你这些有权者直接去为他开脱这个外役监的一个法规。所以我刚才看到陈局说，我们发函去厘清到底是谁的责任，责任就是在你身上啊，你还要发函给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部分。司法改革、外役监的放宽，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陈明文的事情，看到真的为什么会非常生气？因为陈明文他三件事情，3300万的这个土地，他贷2000万。第二个，他在上面养了4000头猪，上面又带了1亿设备。第三个，他在这个设备里面又把这个猪食水放出去，污染产生恶臭。3件事情都是被护航嘛，护航的人叫谁？叫现任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陈吉仲啊，过去讲到他家种红豆、种茄子、养猪，就哭包主委。然后呢，人民的缺蛋、猪价上涨就不哭。然后现在呢，只要民进党一有人要出来护航，他就出来护航，说这个他已请教相关法规，并不存在所谓公职人员利益回避的问题。你就看到这种偏袒，有关系就没有关系，这是为什么716最核心的议题，就是希望大家站出来为这个执政党怒吼的最重要的目的。接下来回来，阿宝哥。